位粉丝朋友开车不小心误入了这样一个恐怖的村子，诡异的窗子，奇怪的假人，恐怖的传说都令他和朋友们惊恐不已，脊背发凉。投稿当事人叫 Kevin 说，2022年11月11号那天，因为天气比较好，出了一点太阳。我和朋友2人开车去四义闲逛。四义是他们成都那边一个农村地带。可是开车到了一个岔路口，想从导航上找一个近路超过去，没想到跟着导航走，越走越不对劲，来到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。导航上写着这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四义，可是我们被迫拐进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小路。沿着小路，我们进到了一个村落。更为奇怪的是，刚一进到这个村子里面，太阳马上就没有了。这个村子布局也非常奇怪，不像平常那种规划的很好的村落。这里很奇怪，一不小心你就会拐进别人家的院子，然后每户院子里都养着看门狗。你路过的时候，它会朝你狂吠。之后我们转到了一栋楼的下面，这栋楼的大门玻璃是蓝色的，门是朱红色的。可奇怪的是，门上挂着春联，大家看，这个玻璃中间贴着一对童子，是朝内贴的，在玻璃的颜色映衬下显得非常诡异。墙上的砖也是那种老旧的孔砖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讨论的声音太大了。突然2楼一个老太太非常警觉地探出头来，在阳台上问：“你们要干嘛？”我们只能说：“哦，婆婆，你们家的建筑很漂亮，我们觉得挺好看的。”这才打消了老太太一点顾虑。但是这个大门始终紧闭着，童子还奇怪的朝内贴，我们就胡乱猜测，会不会这家人以前人丁很兴旺，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出了什么事儿，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等等等。紧接着更为恐怖的是，我们继续往村子里走，发现了一个非常狭窄的路口，旁边都是竹林，竹子有人的小腿那么粗。然后在竹林的映衬下有一户人家，我们路过的时候看它的外观，门是朱红色的，简陋的红砖紧闭的外墙，里面的房子下半部分是水泥的，但是因为他们好像想把什么东西往上建，所以上面又垒了一层红砖，看起来非常冲突。比较可惜这个房子当时没拍照。总之很奇怪，我们路过它的时候，闻到里面有一股香火味，就是那种祭祀用的蜡烛的味道。因为大门也是紧闭的，我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，我们当时就很诧异。正常来说，蜡烛不都是晚上用的吗？你白天烧这么重的蜡烛，味道是干什么？肯定不是照明极有可能是在祭祀。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另外一个岔路口里走，走到了一个同样比较奇怪的建筑前。大家看，就是这一张这些照片都是后来他们在一个夜晚2探该村时拍摄的。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害怕，没怎么拍照。他们发现这个房子的两边是没有任何装饰的水泥建筑，两堵墙中间又悬着一个房间，感觉像是进入了某种山洞的感觉，看起来很奇怪。总之就是这个村子的房子和其他村子不一样，歪歪扭扭的，感觉建得随心所欲的，想怎么摆怎么摆。继续往里走，从这里走进去，水泥路变成了土路，更加窄了。突然看到一个平房斜对着路面，当事人说我们一抬头看见一个非常诡异的人形物体，给我吓了一大跳。仔细一看是个交警样式的家伙。第一眼我们还以为是个保安站在这里，可农村哪有什么保安站岗？再仔细看去，是个假人，但他面色像死人那样惨白，眼睛也像死人一样，嘴角似乎还涂着红色的油漆。更奇怪的是，他的脖子上被缠满了长条红布。当事人和朋友2人直接就懵了，恐惧到了极点。而此刻村子里一片寂静，这种感觉难以用语言形容。当事人说，我说什么都不想待了，上车掉头就跑。正常来说，这个小路还可以继续往前开，再探索一下的，但我想不了那么多了，原路返回。开车往外走的时候当事人说，我俩的后脑勺就像被人敲了一棒那种感觉，不仅害怕，更觉得太晦气了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其他3位朋友听说了这个奇怪的村子之后，非常感兴趣，于是他们一共5个人，在一个深夜决定2探这个村子。那天8点左右天已经全黑了，他们开车出发，按照11月11号那天的路线找到了这个村子，然后从这里拐进去。开到这里的时候当事人说，我们突然看见红圈中这个位置有一个人影。因为当时事发太快，没来得及拍照，当事人还给我们画了一张简易的图片，是一个老人的人影，面朝门的方向，一动不动的驻足在那里，把我们5个全吓坏了。其中一个朋友吓得卧槽了出来，没想到那个老人回头看我们了，是个70、80岁的老头。然后我们随行的2位朋友胆子比较大，就下车主动跟这个老人聊天，才发现他不是鬼，
是这个村的村民。我们其中一位女孩子跟老人说：“大爷，我们是学校的学生，老师让我们拍作业才来的，但是不小心迷路了。”然后这个老头就很不高兴，一直问我们：“你们拍这些东西干嘛？你们拍我们村干嘛？是要做什么？”反复不停地问。而我们另一位朋友啊，则一直追问老人家：“哎，那里面那户有假人，那个人家是怎么回事啊？里面住的是谁呀？”可问了好几遍，老头就是避而不谈。最后老头撂下一句：“你们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可以到大路上了。”然后又重复了几遍，让我们赶紧离开他们村。随后我们就赶紧开了过去，偷偷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回来之后啊，当事人仔细思考，发现不对劲。他们啊白天去的时候啊，这家人的窗子还没被封上，还是能看见里面大概的样子的。但是晚上这次就是照片中这个样子，窗子被木板封住了，还被人用红布把整个窗子都给封上了，又用了很多红色的东西放在门口，比如有红色的帽子、红色的地毯。大家可以在图片中啊看到很多红色元素，这些东西在他们几天前啊白天去探访的时候啊是没有的，那就证明这里是住着人的呀，并且晚上有人在这里刻意装饰，而且发现他们居然把福字贴在了门檐上，福字不都是贴在门上的吗？其中一位朋友根据民俗传统分析啊，说这家人啊，也许是死了儿子绝后了啊，也有可能发生了什么更恐怖的事情，想把什么东西镇住，所以才摆了这个人形的东西，并且啊来回缠绕红布。而这个交警似的假人啊，则很有可能是在街上啊拾的公家的东西，等等等。以上就是这位叫 Kevin 的粉丝朋友2022年11月和朋友误入一个小村子的恐怖故事。和咱们之前讲的灵异事件当事人不同啊，他没有经历什么灵异体验，只不过就是这个奇怪的村子、奇怪的房子、奇怪的装饰啊，夜晚还多出这么多红色的东西，令他非常费解，至今也想不明白怎么回事。最后啊，有朋友问他：“你村民有没有跟你说不足为外人道也呀？”好嘛，真别说，从这里进去啊，还真有种桃花源记的感觉。最后啊，是一些往期故事的后续。之前在贵州厕所昏迷丧失记忆，然后后半夜出现在山里溪水之中的那位网友啊，首先大家都质疑他那天是不是喝多了。他说那天绝对没喝酒，也没任何疾病。那天啊，前面说了啊，要开车送客人，所以他在酒庄里啊只让客人们喝酒了，自己没喝。前几天啊，他重回现场拍摄了一些当时的场景，大家看，这里就是那天他离奇失踪后醒来的地方，就是躺在了这条水里。不得不说呀，一觉醒来躺在这个水里啊，大冬天还真是非常可怕。也不知是不是高登明、高延金兄弟再次显灵了。这是第一个那个架空的毛坯房，当时因为是后半夜嘛，自己没有手机等照明设备，所以啊没有找到上去的路。现在看来还是有路的。大家看，这是第二个毛坯房，当时他死活不敢进去，就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这样看起来，这个房子呀，如果后半夜看呢，可能确实比较吓人。他说当时还看到了一些牛在盯着他看，大半夜让他毛骨悚然。他这次重回现场啊，发现这些牛啊还在盯着他看，欠的。继续走，大家看，这条路就是那晚他的逃命路线。这是村民设置的第一个路障啊，继续走，这是第二个，走了很久才走到有人的地方。所以啊，其他事情可以解释为他自己半夜吓自己，比如被牛吓到了，觉得牛盯着我看。但就是自己怎么失去记忆，出现在了这座山沟里的，让他依旧啊疑惑不解，恐惧不已。还有当时我们不是说他脸上、手上、胳膊上全是伤痕吗？事情过去之后啊，他还是很不舒服，去医院一检查呀，发现自己肋骨也骨折了。祝他早日康复。哦，对，说到这里啊，还要插播一条消息：高登明、高延金啊，谁在背我飞行那个事件的当事人黄延秋大叔，之前有网友向我透露说他于去年去世了，我无法求证。直到前不久 ，UP 主刘二侦探老哥去了肥乡县想采访黄延秋大叔，得知黄大叔确实于不久前因为肺病离开了人世。所以说，谁在背我飞行事件要成为一个永久的谜了。哦，对了，去年咱们还讲了一位男网友和朋友租房，房子里有一个老人灵位，洗澡时还被人摸屁股的事件。这位楼主啊，后来和岳父讲起此事，岳父说，你那栋楼的北边啊，确实是一个汉代古墓群啊，西边是一个废弃工厂，东边是一座高丽坟场，南边是一片荒地和一座清代古墓。好，我们不知道夜里会不会听见刀兵相见的声音。还有最后一件事啊，就是咱们讲的那位猛蛇过江老哥又遇到尸体了。
啊。第一次是鳌泰县那次，咱们一整期节目讲过，在鳌泰县上黄帐篷里发现了一位已经腐臭死去多日的驴友的遗体。第二件是前不久他在山西绝微山道上遇到了一个2020年左右也是死在野外的驴友的尸体。然后前几天啊，他又在山西某处大山深处看见了一具骸骨。网友们倒是惊奇的发现啊，这一次啊，数据显示他发现尸体时的心率啊，心跳比之前那次啊小了不少，就说明啊他已经习惯了。也祝这位蟒蛇老哥继续平安吧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邓肯，今天的节目讲完了，咱们下期见。小猫咪过新年。